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站在不同的国家的或者不同的阶级的立场上去看这件事，得出来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大家好，我是曹伟东。中国有句话叫做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个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国家对同一件事物呢，由于站的角度不同所以他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比如说在英国的海洋博物馆因为英国呢也是属于这个在海洋探险航海上历史长，而且呢有比较大的贡献。那么他的一位船长对指南针呢就发表了这么一段谈话。他说呀，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中国人发明指南针以后呢，只知道使用这个指南针呢来为死去的人呢寻找墓地，来看风水。但是我们英国人呢掌握了指南针以后呢，我们是用于航海，我们是用于发现新的天地，我们是用于它创造财富。那么其实这个话呢也并不完全对因为中国人虽然用指南针比如说看风水，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有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对吧？那么只是我们可能对指南针的这种利用，或者是这个广泛的用于科学航海就是改造自然这方面呢不如英国人。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财富的积累问题，这就涉及到就是国家的这种发展。那么他在中国和英国茶叶鸦片还有其他的一些贸易方面呢讲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在1701年的时候，就是英国人呢从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输进了茶叶。那个茶叶呢那时候需要的量呢比较少，因为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有钱人才能喝得起，百姓是喝不起。那1701年的时候呢，英国的茶叶需求量或者进口量呢大约是12万磅，因为咱们的度量衡或者是计量单位呢是以斤两来计算的，它是以磅，一磅大约是9两左右吧。到了1751年，也就是过了50年之后呢，英国这个茶叶呢需求量大幅度的增加，达到了288万磅也就是一下在这50年间需要量翻了20多倍。那对于商人来说那是很好的机会了，那就从中国大量的进口吧。但是呢他就认为这个大量的进口你进口茶叶之后或者进口丝绸之后，你英国是要付出的你是给人家白银你还是给人家其他的财产就怎么解决这个平衡问题？所以呢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英国的一个贸易公司，就从印度把这个鸦片输送到中国，然后呢我给你鸦片了，然后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茶叶运送回英国，他搞这种贸易。而这个鸦片呢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也就是违禁的它是违反法律的，所以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矛盾。那么又过了50年，也就是1801年的时候那英国的这个茶叶的需求量就是更大了，达到了多少呢？316万磅你看从50年前的288万磅到了这个50年后的316万磅那这个平衡再次被打破，就是他就不愿意付那么多的钱就是给中国人，而更愿意把这些鸦片输送到中国，然后呢因为鸦片的利润很高然后呢再把中国的这个就是茶叶输送到英国。那这样的话呢就发生了矛盾你看由于这个茶叶和鸦片还有就是这个贸易上的不平衡，那这个英国人呢就逐步的就是我不愿意给你这个白银，我不愿意给你财富，但是呢我又要进行这种贸易，就是你要接收我的鸦片，你要把你的茶叶给我运送进来。大约到了就是1839年吧，这个林则徐呢就是坚决堵住就是不让这个英国的鸦片进入中国。那这样这矛盾就发展成为军事上的这种冲突了，就不是一般的贸易上的冲突了。所以英国人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那么这个他在解说词里说呢，我们用这个大炮和
船打败了中国，就是我们让他签了第一个条约，就是南京条约。这个条约呢，他还展示了一幅画啊，是在英国的啊，就是入侵中国的这个船上签的啊。他说呢，我们签订了这样一个协约之后呢，中国人要向我们进行战争赔款，要赔白银，还要这个把香港啊割让给我们，还要这个开放更多的港口啊，而且这个关税由我们啊来确定。所以呢，他是说通过这样的战争手段，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就给英国增加了财富。他就说呢，这个航海对英国的这种重要性。那么我们反过来反思一下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就是国家的穷落后，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勤奋，而是你被掠夺啊，被人家欺负啊，因为你的茶叶被人家拿走了，你还要给人家赔战争的赔款，你还要这个允许人家把这种鸦片、这种毒品向你的国家里面输送，你还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爱国的这个抗英的这个将领啊林则徐给发配到边疆去啊，那你想想这样一段就是屈辱的历史，对我们的这个启迪或者是思考是不一样的。而作为英国人，他在海洋博物馆里，他的展品和他的这种技术的方式啊，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说呢，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站在不同的国家的或者不同的阶级的立场上去看这件事，得出来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